只狗狗在路边哭泣，它一直盯着过往的公交车，它为何在这里苦苦等候？难道是被人抛弃了？这位小哥说，狗狗在这里有1个月了，小狗常常被人围观，小狗心里很着急，紧盯着来往的公交车辆。这时，一辆公交车靠站了，狗狗赶紧冲到人群中，它左看右看，希望它等的人能出现。它望着匆匆而过的行人，显得有些失望，然后站在不远处，盯着每一辆靠站的公交车。然而太阳都已经落山了，它还没有等到想见的人，它着急地哭了。志愿小哥慢慢靠近狗狗，给了它一块零食，没想到狗狗把头转到一边，小哥递到它嘴边，可它转身背靠着志愿者，一脸嫌弃。突然，狗狗眼前一亮，它立马起身跑向公交站，边跑边笑，非常的开心。它加快了速度，冲到一位老人身边，又蹦又跳。奶奶说你久等了。狗狗钻到爷爷身边求抚摸。奶奶说狗狗叫小贝，已经陪伴自己跟老伴6年了。小贝以前是只流浪狗，老伴在路边将它捡回家，最近老伴身体不好，每天都要去医院。爷爷起身说，我们回家吧。小贝开心地蹦蹦跳跳。回家的路上要爬一段很长的楼梯，对爷爷来说非常的吃力，爬到一半爷爷就腰疼，需要休息一会儿。老两口坐在台阶上休息。爷爷说，小贝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。爷爷休息完便起身回家。爷爷说，小贝每天都在车站等他。爷爷撑着腰，扶着栏杆，带着志愿者回到家中。爷爷说，小贝非常的黏他，但是却让人心疼。爷爷刚坐下来，小贝就跳到爷爷身上撒娇，仿佛在说，这一天宝宝好想你。爷爷抚摸着他的头，安慰着狗狗。第二天早上，爷爷跟小贝告别，让他在家里等他。可狗狗越过楼梯障碍物，然后跑走了，哪怕多陪主人一会儿也行。小贝绕道翻过围栏，他抄小路赶到公交站，来到主人跟前。爷爷抚摸着小贝，告诉他别乱跑，就在这里等他。很快公交车就来了，2位老人马上就挤上了车。小贝徘徊了一圈，他实在舍不得与主人分离，他鼓足勇气跳上公交车，可是却被司机赶了下来。小贝念念不舍地站在原地，多希望陪主人一起上车。爷爷朝窗外向小贝挥手，狗狗目送着爷爷离开。小贝望着远去的公交车，他眨着眼睛在哭泣。小贝穿过人行道，跑到马路对面，来到主人下车的地方，一直守候在公交站。然而一直到晚上，小贝依然没有等到主人。小贝非常的焦急。一辆公交车靠站，小贝满心欢喜，但很快就迎来了失望。他趴在地上，盯着每一位下车的乘客，他很害怕，担心主人不要他了，更担心主人出事。小贝开始着急，他在上车点跟下车点两边来回的跑，他担心主人找不到他。突然，一辆公交车靠站，熟悉的身影终于出现了。小贝激动地冲了过去，摇着尾巴，不停地扒拉着爷爷的腿。爷爷说，今天做了手术，所以才这么晚回家，而且还要治疗1个月。他也很担心狗狗，无论多晚也得回家。爷爷一直安慰着狗狗，并说回家后要给它做好吃的。回到家中，志愿者给老两口看了录像，主人十分的心疼小贝。奶奶说，我们也想带狗狗一起，也担心小贝会出什么事。小贝看见爷爷身体不舒服，马上跳到爷爷身边，紧紧贴靠着主人。小贝的眼睛已经红了眼眶，希望爷爷能快点好起来。第二天，志愿者找到了公交运营负责人，对方同意了老人带狗上车，但要用牵引绳。小贝终于可以和主人一起上车了，但是带上牵引绳的狗狗很不习惯，而且他一直清楚自己不能上车的，所以开始拒绝了。但在司机的邀请下，小贝终于跟爷爷一起上了车。第二天，小贝穿上了新衣服，上面写着爷爷奶奶的守护者。这一路的司机也慢慢认识他了，从此小贝都可以陪着爷爷一起坐公交车了。爷爷说，太感谢了，现在终于可以放心了。小贝在爷爷的怀里，满脸的幸福。小贝也感动了这一路的许多乘客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小贝再也不用每天在公交站苦等，一路有了主人温暖的怀抱，看到狗狗满脸幸福的样子，一颗沉重的心总算是放下了。本期宠物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帮忙点个赞，或者关注转发一下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